欧盟在镁资源的短缺上将会遭受怎样的影响？中国在镁资源上占据怎样的优势地位？将如何最大化发挥在镁资源上的优势地位？近日有消息指出，欧盟因面临镁短缺问题，欧盟委员会正在与欧盟主要供应商中国联系，以解决这个问题，并且指出，预计欧洲的镁库存将在今年11月底耗尽。欧盟的镁短缺，这与中国的供应急剧减少有关。欧盟几乎完全依赖中国来满足镁的需求，依赖程度达到 95%， 所以根据欧盟当前面临的镁短缺形势，这就使得生称和使用铝、铸铁和钢等行业所面临资源短缺的风险较大，且最会受到镁资源短缺的重大影响。据报道称，最新席卷欧洲的能源危机还未得到解决，现在又遇到了新的危机。欧洲很多的汽车行业还有金属制造业等都非常需要镁资源，如果再找不到货源，这些企业很可能就会面临倒闭。那么镁资源真的有那么宝贵吗？我们接下来看看镁。据悉，镁是极重要的有色金属，它比铝轻，能够很好的与其他金属构成高强度的合金。镁合金具有比重轻、比强度和比刚度高、导热导电性好，兼有良好的阻尼减震和电磁屏蔽性能，易于加工成型，容易回收等优点。现在，镁是继钢铁、铝之后的第三大金属工程材料，被广泛的应用于航空航天、汽车、电子、移动通讯、冶金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。那么，中国的镁储量是怎样的呢？对于镁资源在世界又是怎样的地位呢？中国是镁矿储量丰富的大国，包括磷镁矿、含镁白云石矿和盐湖镁盐。中国的磷镁矿储量约为 36.42 亿吨，占世界的 28%， 主要分布在中国辽宁营口一带。大石桥市被称为中国镁都。含镁白云石矿主要分布在宁夏、山西等省份，盐湖镁盐主要分布在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。中国的原镁产能最多的地区是陕西榆林，有着世界镁业看中国、中国镁业看榆林的美称。中国陕西榆林是中国最大的原镁生产基地，原镁产量占全国约 60%， 所以中国出口到世界上的镁大多数都是来自在这里，也在中国出口镁资源的占比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不仅如此，中国的镁矿冶炼和加工能力一直处于世界首位。2020年世界镁产量为 109.8 万吨，而中国的镁产量就高达 88.6 万吨，占比 80%。其他国家镁产量之和才为 21.2 万吨，所以由于中国镁资源极其的丰富，以及在镁的加工上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，所以中国在镁产品的溢价方面占有绝对的主导和话语权，这也是中国镁资源的优势所在。所以中国此次减少了镁的对外出口，这就让欧盟诸如汽车制造业等企业陷入了被中国卡脖子的危机之中。因为中国作为世界重要工业原材料供应大国，已经做出了战略改变。第一步就是大规模减少原材料的出口。过去的中国因为制造能力较差，依赖于大量出口原材料，可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，关键原材料的使用量越来越大，所以中国将会在满足自身的发展的情况下而减少对外的出口，以缓解本国的资源和环境压力。根据中国这样的行为，那这肯定是让欧盟各国都陷入了镁资源短缺的困境。这就促使欧洲10几个欧洲行业组织联合起来发表了一份声明，提醒现在欧洲所面临极其严重的镁短缺危机。在声明中还警告欧盟，如果欧盟不肯做出紧急行动，这将会导致严重后果，将会造成数千家欧洲企业受到重大的影响。这不仅会使得整个欧洲供应链遭受到破坏，甚至还会导致数百万人面临就业的压力。在这份声明中还提到，中国是欧洲重要的原材料出口国，欧盟 95% 的镁资源都是依靠进口中国，所以在中国减少了对欧盟镁的供应后，欧洲虽然启动了镁储备的战略，但是预计欧洲现有的镁资源将会在今年的11月底就将全部用完。这就会使得欧洲的制造企业所面临非常糟糕的处境，届时也将会造成严重的影响，所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镁资源的急剧短缺，还将会面临天然气和电力价格涨价、铜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重大影响，也将会使得欧洲经济的发展受到重创。当然，我们也要知道，镁是制造铝和钢铁的关键原料，
而且镁合金还会被广泛用在航空航天行业。所以当中国减少了对镁的供应，这就会让欧洲的制造企业面临重大的困境。因此，这也使得欧洲铝业金属协会纷纷向欧盟发出警告，如果欧盟不能想办法解决即将要面临的镁短缺的困境，那么到了今年11月底，欧洲的镁储量全部用完后，企业的生产将会停止，许多的生产和使用铝、铸铁和钢的工厂将不得不关闭，这也将会导致很多人失业，也使得整个欧洲经济的发展面临停滞不前，所需要面临的问题将会更多，所以就需要欧盟组织尽快解决所面临镁资源短缺的重大问题。而中国应该如何的应对呢？我们都知道，中国过去一直以低价出售原材料，这就使得许多西方国家抓住中国的这一缺口，就大量的从中国进口原材料，以满足本国工业的发展。而中国也一直都没有意识到，对于这些原材料的白菜价出口，反而还对此乐此不疲。大量的出口原材料，这就大大的加大了本国资源的开发力度，也加大了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，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大为不利。但随着近年来中国对这一方面的意识和重视起来，并且考虑环保和降能耗，开始建工减产，减少对资源的开发和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力度，看重了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，尤其是在镁资源上，也是随着欧洲的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，对镁资源这种原材料需求量巨大，并且依赖从中国进口。中国抓住这一点，从去年开始，中国对镁出口的价格翻了1倍之多，而且还严格控制镁的出口量，这就很好的对欧洲企业实行卡脖子，以此来保护本国的资源利用率，制约他们的发展，从而促进本国的快速发展。因为之前的欧洲国家都抓住了发展中国家本国资源丰富，但是本国利用率不高，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，所以就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虎视眈眈，并且都以廉价的价格进口，从而促进本国的快速发展。中国就在这方面多次的吃亏。之前就是在稀土的资源上，通过白菜价出口给欧盟国家，造成了较大的损失。而此次对于镁的出口上，险些是重蹈覆辙。所以中国应该吸取之前在稀土资源上的教训，把握自己的资源优势，从而把镁资源的主动权和优势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到时候与欧盟谈判的时候，可以极大的提升价格优势，且向他们限量出口，能利用在镁资源上卡脖子的优势，限制他们的发展，利用资源的优势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，从而在资源的谈判上占据完全主导地位，加快实现本国资源节约和节能减排的目标，加快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，并加快促进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从而实现资源强国目标。